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这一周，你们过得还好吗？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止观次第决定之理，请大家翻开广论345页倒数第2行。宗大师也用了本地分，我们可以看原文。本地分云：又以如实善知，从苦至道，然未能得出净律等，彼便厌作，无坚住心，更不择法，是依增上慧而修增上心。在释迦合注里呢，巴首尊者解释这段本地分的文，说是依靠第一静虑尽分定修成了如实的完整的了知苦地乃至道地的圣观，然而呢还没有获得第一静虑的根本定所含摄的机制。这样的修行人呢，在向内收摄自心而安坐的当下，内心安住于所缘，而不以最极简则诸法的智慧观则，之后修成静虑根本定所含摄的寂止时呢，这个修行人依靠先前修成的尽分定所含摄的增上慧，也就是尽分定所含摄的什么呀？圣观，然后修持根本定所含摄的增上心。我再说一遍，修持根本定所含摄的增上心，也就是呢根本定所含摄的寂止。因此呢，宗大师是依据着本地分来解释集论的，不是说先获得了圣观再获得寂止，这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先获得寂止才获得圣观。但是呢，集论里说有人先获得圣观再获得寂止，这里边是指先获得了尽分定所摄的圣观，再获得根本定所摄的寂止。有没有听清楚？它是有一个区分点。那么呢，我们再继续看原文。又为便于立言说故，于九住心通说为止，思则等四通说明观。然真实止观如下所说，要生清安，乃可安立。说一般而言呢，为了使叙述简便，虽然会将九住心称为寂止，再把思则等四称为圣观。由于九住心呢能令心寂静，或者呢令心专注，所以呢称之为寂止。思则等四呢，对于如所有性或者尽所有性做粗细的检则，所以称之为圣观。这么描述的理由呢，是因为说明这些是修止及修观的方法，这里边是取止观的名称，但不是真正的止观。真实的止观呢，就如同下文所说的，是必须从升起清安之后才能安立。注意，真实的止观是必须从升起清安之后才能安立。透过止住修的力量呢，引生殊胜清安的时候，就是获得了寂止。
那么更进一步呢，透过抉择的力量引生殊胜清安的时候呢，也就是获得了升官。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就学完了次第决定这个科判。直观次第决定是什么样的次第决定呢？我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我再问大家这个问题：直观次第决定是什么样的次第决定？必须先获得继旨，在继旨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获得升官。他宗认为，注意，他宗认为，还记不记得他宗认为什么？他宗认为可以沿着空性同时获得直观。然后宗大师说，继旨作为升官的前行的道理，不是指引生正得无我正见的理解需要，以继旨作为前行。因为呢，即使没有继旨，也能升起正得无我的正见。对于正得无我的正见，注意到下一个层次，对于正得无我的正见升起转变心意的觉受，需要继旨做前行吗？也不需要继旨做前行。因为呢，即使没有继旨，透过分别观察的智慧，反复去观则，去串习啊，叫反复的去观察，去串习，能不能令我们的心意产生转变呢？完全是可以的。所以呢，正见也是可以的，不是说不先修继旨，然后呢，透过反复的串习这个见解，产生内心的觉受上的改变或者升华，也是不需要先修继旨的。因此呢，必须先获得继旨，以止住的力量引生清安，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透过思则的力量引生清安，才能获得升官。这就是必须先获得继旨，才能获得升官的原因。注意，这里边出现了清安。即使是沿着空性这个境，然而由于内心安住于一个所缘，引生清安，这样仍然没有超出修持继旨的方法，对不对？因为单凭如此不能安立获得毗波舍那。在很多经论之中呢，都开始必须先获得继旨，之后呢才能获得升官。必须先获得继旨，才能获得升官，这样的次第也就是在最初新升起的时候才是如此的。但是呢，在已经获得了止观之后呢，也可以先修毗波舍那，然后再修奢摩他。所以呢，获得了止观之后，次第是不决定。但是最初新升起止观，止观的先后次第绝对是决定的。但是获得止观之后，止观的先后次第不是决定的。大家有没有听清楚？以上呢，我们就学完了止观次第决定之理这个科判了。你们有没有很开心啊？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能听到这个这么清净修行止观的传承教授，开心吧？要生欢喜心啊！然后还有这么多的同学一起听闻，我们有一个止观的大课堂，也要随喜自他的善根。说想满人生难得，宗大师教法难遇。在广论奢摩他的这一章，我们就能够学到如此精彩的经论的教授，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欣喜吧？有一些传承的教授也令人很惊奇呀。所以止观的教授我们一起学习，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殊胜的因缘。而且有一些法师因为我们在学习奢摩他的缘故，他们就是把奢摩他开始背，有的已经背完了。所以呢，真的要感恩佛菩萨，感恩善知识。
我呢也非常非常的感恩，就是如此认真学习的你们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力量和勇气，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在此呢，祈愿正法久住，善事久住，所有同学道业增长，实证三主要道。